岛国的焦虑，赌徒的黄昏，历史正在上演，但结局我们说了算。如今高市早苗一上台就是大放厥词，疯狂扩军，剑指台海，这套熟悉的赌徒逻辑与甲午偷袭珍珠港前的征兆何其相似。但是今天他面对的已经不是100年前的中国了。我们不希望战争，但如果有，那就用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日本这第5次国运的结果，我们说了算。不知道你们看没看最近的新闻？当我翻着日本这一连串的军事动作，我后背真有点发凉。为啥？因为这一幕实在太眼熟了。日本的毒瘾，它又发作了。咱们来捋捋它的症状哈。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前防卫预算跟做燎火箭一样往上窜，直接破了战后不超过 GDP 1% 的规矩。这像啥？这不就跟上世纪30年代他要发动侵略战争前疯狂加军费的样子一模一百。而且这钱花在哪儿了？不是用来守家，而是买战斧巡航导弹，搞高超音速武器，这哪还是专守防卫啊？这分明是磨刀霍霍，想把手伸到别人家门口去。再说这个导弹部署计划，在9州放一堆射程能覆盖我们关键地区的导弹，这不就是老套路吗？总想着先下手为强，搞偷袭。历史书上当年偷袭珍珠港就是这个思维，现在无非是把飞机换成了导弹赌徒的心理，可一点没变。最让我觉得讽刺的是，那个出云号航母用的就是2战时侵略中国的那艘舰的名字，现在又改成能搭载隐身战机的真航母了，还硬说是护卫舰，这不就是掩耳盗铃吗？一步一步的奸万的망신，突破底线，这剧本跟他历史上找借口一步步扩大侵略的手法简直是复制粘贴。还有他们那个高官直接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话听着是话，听着是不是起鸡皮疙瘩？当年他们侵略东北找的借口就是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不就是故技重施，想给自己扩张找块遮羞布吗？所以大家看，从烧钱到造进攻家伙，再到放狠话，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味儿太冲了，完全是历史的翻版。但我得说，他这次可能真的打错算盘了，他还以为能靠偷袭和盗色赌博再赢一次，可他今天的对手早就不是100多年前积贫积弱的中国了。他这把要是敢赌赢来的，恐怕不是筹码，而是一赌叫做东风快递的水。你奥踢奥的释放强，那么为什么日本会再一次做出第5次国运的赌注呢？其他4次又是什么时候？我仔细研究之后发现，日本前4次赌博的输赢根本不是运气，而是弄金昏倒脏一道可以算出来的数学题。我今天就大胆提出一个我总结的胜负公式，用这个公式你就能像看剧本一样看懂日本所有的战略冒险。我个人认为决定日本输赢的关键根本不是他偷袭打得有多漂亮，而在于他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手，以及当时的国际局面对他有没有利。说白了就2条公例。No， 是他赢的时候，公式是这样的：偷袭加一个内部腐朽的老大帝国，加有其他列强在背后默许甚至撑腰，等于赢。他输的时候，公式就变成了偷袭加一个以数他经觉醒的民族，或者一个工业实力恐怖的巨无霸，加最后被拖入不死不休的全面战争，等于输。咱们就用这4次赌博来验证一下我这个公式到底准造不准。第1次甲午战争他为啥赢了？他偷袭了北洋水师不假，但他真正赌赢的是啥？是清朝已经烂到骨子里了，朝廷腐败，军队各怀鬼胎，根本形成不了合力。再加上当时英国这些列强为狼孔是省重龙了牵制沙俄，其实是默许甚至暗中给日本行方便的。所以你看，完美符合赢的公式，偷袭加腐朽的清朝加列强默许，等于他赢了，还赚了个盆满钵满地。2次日俄战争这更典型了，他又玩偷袭，在旅顺打俄国舰队，他赢在哪儿？沙俄看着块头大，但国内都快革命了，沙皇自己屁股底下的火山都要爆发了，根本没法全力跟日本在远东耗。更重要的是，日本这次有天使投资人净换的重失去呢美国的金融大亨给他提供了巨额贷款，等于是借钱给他打仗。这又是偷袭加内部动荡的沙俄加英，美爸爸给钱等于他又险胜了这2场胜利。日本注入了一剂致命的强心针，让他产生了一种幻觉，
看吧，我就是天选之子，我这套偷袭加豪赌的打法是必胜兵法。但他完全想错了，他把运气当他四叶到时棍子成了实力。他没意识到自己能赢不是因为自己多厉害，而是因为对手当时正拉胯，而且有场外助攻。所以当他按照这个成功经验进行第三次赌博，也就是全面侵华的时候，攻势就彻底失效了。他还是搞偷袭卢沟桥事变，但他这次面对的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清朝了，而是一个开始在亡国灭种危机面前觉醒的中华民族。咱们的先辈用血肉之躯告诉他，中国太大了，人太多了，我们或许装备不如你，但我们耗得起，我们跟你打持久战。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瞬间破碎，他那套一击脱离的闪电战，在中国广阔的战场和坚韧的民心面醉到领愤，母亲钱彻底失灵了。这就符合了输的公式，偷袭加觉醒的中国加陷入战争泥潭的总体战，等于他必然输掉。这场战争更离谱的是，他在中国战场拔不出腿，围握寝室辽抢石油橡胶这些资源，他竟然开启了第4次，也是最疯狂的一次赌博偷袭珍珠港去挑战美国。这简直就是赌徒输红眼了的举动。他以为还能靠1Z师断拱活次偷袭打掉美国的士气，逼美国谈判。但他这次面对的是什么？是一个工业能力超出他10个量级的怪物。美国一开动战争机器航母，像下饺子一样，水飞机像蝗虫一样满天飞。日本那点家底跟美国打全面战争，就像一个小作坊要去跟现代化工厂比，产量结果只能是工业碾压被彻底打回原形。这又万的村岛们是输的公式，偷袭加超强工业国，美国加陷入你死我活的总体战，等于他被彻底摧毁，输了个精光。所以朋友们，你们看明白了吗？日本最大的病根就是大的病根，一种归因错误。他就像那个在赌场里靠运气赢了2把的新手，就真以为自己是赌神了，完全忘了决定胜负的底层逻辑是国家的综合国力，是文明的韧性，是工业的底气。他把战术上的小聪明当成了可以无视战略规律的万能钥匙，这种错误的认知就像癌细一样扩散到他的战略基因里。今天他磨刀霍霍，准备第5次赌博时，他似乎依然活在自己100年前的那个成功剧本里，但这一次他要面对的是一个他从未在历史教科书上读过的完全体的现代中国。而这第5次并发可以完全说十死路一条。为什么这么说？现在日本这一系列军事动作看起来气势汹汹，但在我个人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主动出击，而是一场战略上彻底认知错位的自杀式赌博。为什么莫敢这么说？因为今天中日之间的较量早就不是比谁船多谁飞机多的数量游戏了，而是一场涵盖工业体系、地理命脉和盟友可靠性在内的全方位的降维打击。第一点，咱们说说体系的对抗，这是根子上的差别。中国的优势是建立在一个完全自主、要啥有啥的国防工业体系之上的，小到一颗芯片，大到航母电磁弹射高超音速导弹。北斗导航咱们的核心技术全是自己掌握的，更可怕的是咱们的产能全球将近1半的造船能力在中国这边，局国这边。个例子，咱们的055大驱造价可能只有美国同类舰的60%，但火力单元数量翻倍啥活都能干。你再看看日本，它的王牌 F-35战机宙斯盾好师，系统核心部件和维护严重依赖美国，真到了战时打掉一件少一件，它补充起来极其困难更深一层的是，咱们已经建起了一套完整的作战体系，从空警负500预警机到歼负20、歼负16D 电子战飞机，再到攻击负11无人机，它们形成一个发现、控制、打击、减评估的闭环，就像一套量身定制的组合拳。而日本自卫队各兵种之间的协同数据链，还得靠美军来整合自己，玩不转这差距。说白了，就是一个能自己写操作系统、开发全套应用的自主生态。激光、以拐令宣和一个只能拼凑别人提供的零件库之间的代差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上。第二点是战略纵深和战争耐力的碾压，这是日本与生俱来的地理死牢的
学日本是个岛国，资源极其匮乏，它90%的石油，几乎所有的铁矿石都要靠海运路线，就是从南海经过台海，再穿过宫古海峡这条线。巧的是，这条生命线完全暴露在咱们区域聚酯能力的火力覆盖之下。咱们的东风负26、东风负17可不是摆设速度快，精度高。日本现有的反导系统拦截成功率非常低，一旦有事，咱们可以凭借内陆的广阔纵深和沿海密集的基地群进行持续压制。而日本呢，缺乏战略缓冲，主要城市和工厂都挤在沿海，一溜第一波打击就可能瘫痪。更重要的是，战争耐力，中国的钢铁产量占全球一半，战时刨冰能力惊人。西欧歪定黄本呢，它的石油储备据说只够撑8个月，自己的军工产能也拉胯。所以我的判断就一句话，这次他要是还敢赌结局，注定是血本无归。唯一的解药就是正视历史，放下幻想，否则谁也救不了他。